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志远。今天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，甚至给所有用手机的朋友泼盆冷水，提个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身边太多朋友抱怨，经历着让人恼火又不安的事。大家辛苦一天，本想刷手机放松一下，结果总弹出精准广告。刚聊完加湿器，购物软件就推荐，随口提家餐厅，外卖 APP 立刻有优惠券。有时候他好像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让人后背发凉。最让人担心的是，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隐私正被手里这个伙伴窃取、泄露。您觉得没啥，只是自我安慰，实际上您的对话习惯正变成数据被打包。隐私泄露像个沉默的窃贼，静悄悄地发生，等您明显察觉，往往就晚了。那时骚扰电话、精准诈骗已找上门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个人信息黑色产业链猖獗，普通人都可能成为透明人。有技术朋友开玩笑说，手机是最勤奋的收音机，它最可怕的不是硬件，而是我们随手给的权限和默认打开的功能。今天志远就帮大家找出手机里最关键的几个隐私漏洞。这3类设置开关，请您花几分钟检查，最好马上关掉，一直开着，就像给陌生人留了扇不锁的窗。在揭秘前，如果关心家人和自己的隐私安全，请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在这里，我们揭示厂商不会主动告诉您的真相。如果喜欢，请在评论区输入保护隐私支持我们，也欢迎分享您的经历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咱们要揪出来的第一个元凶，我管它叫权限大撒把。您肯定遇到过这情况，新装一个 App， 哪怕就是个手电筒或者计算器，它立马弹出一堆请求，要访问您通讯录，要用您的位置，要读取您短信。很多人嫌麻烦，看都不看就直接点始终允许，心里想着不给权限他不让我用啊，反正我也没啥秘密。朋友，祸根就在这儿埋下了。这好比您请个师傅来通马桶，他却要求看看您家所有房产证一样荒唐。一个纯粹照亮的手电筒，他要知道您在哪儿，认识谁干嘛。他的算盘就是能捞多少数据就捞多少，这些零散的信息一拼接，就能把您的作息习惯、家庭关系、消费水平摸个8、9不离10。您随手一点同意，感觉是省事了，背后却是您的隐私像开了闸的洪水往外涌。那些广告商和数据贩子就靠着这些数据给您画肖像。您想啊，偶尔漏一点或许没事，可您手机里几十个 App 个个都这么贪心，长年累月下来，您的数字肖像可就太清晰了。等某天您接到能叫出您名字的诈骗电话，或者收到精准的吓人的推销短信，那都不奇怪。这种对权限的麻木，就像习惯了不锁家门，危险迟早会来。第二个隐藏杀手是通知不设防。您拉开手机通知栏看看，是不是密密麻麻一堆，什么惊天秘闻，您有好友关注，限时秒杀千万别错过。很多朋友有顾虑，我怕关了通知，错过重要消息啊，比如微信、银行短信。您这么想，可能更危险。为啥？您得区分开，像微信聊天、银行动账提醒，这是您需要的服务通知，但更多是 APP 为了刷存在感，引您点击的营销通知。他们就像一群永远在您家门口塞小广告的人，不管您烦不烦。更坏的是，很多恶意广告就伪装成系统通知或紧急提醒的样子，您稍不留神点一下，就可能下载了病毒软件。您放任所有通知都弹都响，就等于允许所有人在您家客厅随便贴海报，不仅吵得您心神不宁、耗电飞快，更是风险高发区。我帮邻居处理手机时就见过，一位阿姨手机一天到晚响，她以为都是正事，结果一点一个坑，手机最后卡成幻灯片，还莫名其妙多了好几个理财 APP， 话费也被扣了不少。第3类也是最凶悍的，叫安装不把关。这尤其在安卓手机上常见。您在浏览器里看到个免费看电影、抢红包神器的链接，一点就提示下载安装包，手机会警告此安装包非官方来源，可能有风险。但您心里痒，想着试试呗，能有啥事？于是手动解开限制，点了继续安装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自己给黑客开防盗门。您装的可能不是一个 APP， 而是一个流氓全家桶。他们一进来就互相勾结，在后台偷偷运行，
疯狂弹广告、偷信息，甚至暗地里定收费服务。后果就是手机瞬间体验冰火两重天，电量尿崩，流量偷跑，卡顿到想砸手机。我见过最离谱的，一个小伙子图便宜下了个游戏，结果手机一天充3次电，锁屏上全是赌博广告，删都删不净，最后只能恢复出厂设置，照片资料全丢光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朋友嘀咕，周师傅，道理我懂，但我这手机设置太复杂，我又怕关错了影响正常用，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？当然有，我从来不提倡让大家去学那些复杂的专业操作，咱们目的是用好手机，不是折腾自己。我给您3招降压操作，不用变专家，但能把风险砍掉一大半。第1招叫全线定期大扫除，把泄洪闸拧成小水管，千万别再一律允许了。我现在教您查，打开手机设置，找到应用管理或应用权限管理，点进去，所有 APP 都在列，找个不重要的，比如那个手电筒 APP， 看看它都要了啥权限，像通讯录、位置、短信、通话记录这些跟照明八竿子打不着的，点进去改成拒绝。别怕它不能用，真不能用了，说明它心术不正，卸了更干净。每个月花10分钟这么清理一遍，就像给家里大扫除。学会这招，10分钟可能帮您省下未来无数的麻烦和损失。第2招，练就通知分类管理法，把菜市场变成图书馆。还是打开设置，找通知管理，策略是区别对待，像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 App 可以保持开启，甚至设成重要提醒。但对于新闻、购物、工具类 App， 比如天气，您完全可以点进去，直接关闭它的允许通知、总开关，或者更精细点，关掉它的锁屏通知、横幅通知、只留通知栏通知。这样世界瞬间清静，重要消息不漏，垃圾广告不扰。第3招，把危险通道焊死，认准官方大门。这招最有效，请您立刻打开设置，搜安全或安装，找到安全设置或更多安全设置，里面有个选项叫安装外部来源应用或允许未知来源应用安装。点进去，您会看到一堆 APP 后面有开关，请您把所有 APP 后面的这个开关统统关掉，一个不留。这意味着从此以后，任何软件都不能通过浏览器、微信链接等方式偷偷在您手机里安装东西了。想装软件，只从手机自带的官方应用商店，比如应用市场 App Store 下载。官方商店的软件相对干净安全得多，别嫌麻烦，您的手机已经承受了太多，咱们得对它好点。其实说到隐私泄露，很多朋友觉得我反正没钱，骗子也骗不走啥，是不是就没事？大错特错。长期的隐私泄露是在数字世界给您造一个透明的数字分身，这个分身记录着您的行踪、社交、喜好，甚至家庭状况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惑？手机好像越来越懂您，但也越来越吵，想清静却无从下手，总觉得在网上被人看光了。答案可能让您心里一沉，因为咱们总在被动应付，没去掐断泄露的根。这根就是您手机里那些默默运行的数据收集器。除了乱给的权限，还有很多咱们天天用却不知道在偷看的功能。一说偷听，大家可能想到窃听器，但手机上的偷听更多是分析和预测。它可能没用麦克风一直录那样太费电易发现，但它有更厉害的法子，通过您搜的词、看的网页、停留久的商品、装的 APP 类型，甚至连过的 WiFi 来综合分析出您的画像。这场数字观察最要命的是温水煮青蛙。如果他判断您关注养生，就猛推保健品；判断您想旅游，就狂推机票酒店；分析出您的家庭，甚至推来儿童教育或养老房。科技公司靠这个赚钱，而画像是用咱自己的数据堆出来的。这些数据从哪收集的？答案吓一跳，很多就来自咱们觉得方便的功能，比如永远开着的 WiFi 和蓝牙，不用时关掉，不仅能省电，还能减少手机不断扫描、上传周围信息的机会。又比如过于慷慨的位置权限，除了地图、打车等必须知道位置的 APP， 其他像相机、游戏、音乐软件，完全没必要给始终允许，改成使用期间允许或直接拒绝。还有各种用户体验改进计划或个性化推荐开关，
在设置里搜个性化广告，找到相关选项。如果您在乎隐私，建议关掉个性化广告，加入体验计划这些。有收集者就有守护者，要想加强手机防火墙，得用好系统自带的保护盾。第一个，锁屏密码和指纹人脸识别，这是第一道防线，别嫌麻烦，能防手机丢失或短暂离手时被人乱翻。第二个，应用锁，给微信、支付宝、相册等核心 APP 单独加把锁，多一层防护，多一分安心。第三个，系统和应用定期更新，更新常包含重要的安全补丁，不更新就等于把已知漏洞一直敞着。收到安全更新提示，建议在 WiFi 下及时更新。给手机一点管理，调整好设置，您会发现，不仅手机清静流畅了，心里那种被偷看的别扭感也会减轻。既然说到隐私和广告，就不能不提他们对咱们注意力、时间乃至家庭关系的吞噬。太多朋友有这样的经历，本想拿手机回个信息，结果被一个弹窗吸引，点进去看半天，正是忘了，眼睛也酸了。或者孩子抱着手机不撒手，不是在打游戏，就是在刷短视频，管都管不住。真相是，手机厂商和 APP 开发者雇了最聪明的专家，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让您在我的 APP 里待更久。无尽的推送、自动播放、无限下滑，就是他们设计的时间黑洞。不管控这些，就是在自愿跳进消耗精力和亲情的陷阱。我见过太多例子，一位老哥退休后迷上手机推送的新闻，一看大半天，老伴埋怨，眼睛也熬坏了。还有孩子因为手机游戏短视频，成绩下滑，亲子关系紧张。问题不全在自制力，而在于工具被设计的容易上瘾，想夺回主动权，得靠术后护理。第一件事，把勿扰模式和专注模式当成时间守护神。很多朋友怕错过重要电话，其实勿扰模式可以设置成仅允许收藏联系人来电响铃，这样家人电话永远能通，推销电话全静音。在需要专注或休息的时段，比如晚饭后，开启它，能自动屏蔽非关键通知，创造一个纯净空间。这不是冷漠，是对自己时间和心神的珍惜。第二件事，管好屏幕使用时间。绝大多数手机都有这功能，打开它，您能清晰看到每天在手机上花了多久，哪个 APP 最耗时间，数据常触目惊心。您可以给自己设 APP 使用时限，比如某短视频 APP 每天只用30分钟，时间一到自动锁定。对于孩子，更可以设置停用时间，比如晚上10点到早上7点，娱乐 APP 全部禁用。这是借助工具培养好习惯。第三件事，给手机桌面做减法，检查一下主屏幕是不是装满了花花绿绿的 APP 图标，每个都在吸引您注意。建议整理桌面，把最常用、最重要的 APP 电话、微信、相机放第一屏，把那些易耗时间但又偶尔要用的游戏、视频软件全放进一个文件夹，扔到第二屏或更后面。眼不见为净，减少视觉刺激，就能降低无意识点开的概率。聊完隐私、时间和注意力，最后得说说那个让人头疼的老问题，手机卡顿耗电快，这又跟放任不管紧密相关。很多人为了手机流畅，动不动就想恢复出厂设置或乱删文件，结果呢，好不了几天又变回老样子，甚至更糟。这是个误区。不知道手机里不起眼的缓存垃圾、后台自启动 APP、从不清理的微信记录，才是拖垮性能的元凶。天天用从不保养，等于让手机带病负重跑。比喻一下，手机运行内存像条马路，处理器是交警，只开几个 App， 路上车少，畅通无阻。但如果您开几十个 App 不关，或有无数 App 不关，或有无数 App 在后台偷偷启动占道，马路就堵死了，交警累死也疏导不开。这些后台程序不是安静乘客，多数在偷偷进行网络访问、位置获取等小动作，塞满内存就卡顿，持续消耗 CPU 和网络，电量就飞降。所以定期清理、规范管理很重要，但乱删乱杀没用。下面几种操作看似有用，实则伤身，要注意方法。第一，盲目用第三方手机管家 APP 深度清理。很多这类 APP 本身是耗电大户，为了显功，会把有用缓存如地图离线数据也清掉，
导致您下次用更慢。更有些劣质 APP 本身就是广告推送平台，系统自带的手机管家才是最懂自己、最安全有效的。第二，手动强制停止所有后台进程，频繁强制关闭微信等常用 APP， 再打开反而耗更多 CPU 和电量来重载。正确做法是只关闭确认不再使用且非通讯类的 APP。第三，不清理微信、QQ 聊天记录和文件。微信群里的海量图片、视频文件，天长日久占巨量存储空间占用超 80%， 会显著影响手机速度，导致卡顿。您可能说聊天记录都有用，但积土成山式的占用最拖慢手机。第四， APP 自启动和关联启动不受控。很多软件为保活推送会开机自启或被其他 APP 唤醒。一个 APP 能唤醒一群兄弟，这叫链式启动。比如打开购物软件，可能把旗下支付、聊天软件也唤醒，像点一串鞭炮。第五和第六，需要辩证看待动画效果和自动同步。华丽动画会轻微增加负担，对很卡的旧手机，可在设置开发者选项里，将窗口动画缩放等从 EX 调为 0.5x 或关闭，能明显提速。自动同步是双刃剑，保数据安全，但后台上传耗电耗流量，可设为仅在 WiFi 下同步或手动同步。听到这儿，您可能想，太复杂了，用个手机比开车还累。别这么想，工具是为人服务的，学会定期维护，用下面4种保养术，手机就能流畅耐用。第一，定期用系统自带手机管家清理空间，它会智能扫缓存垃圾、残留安装包，安全可靠。每周花1分钟清一次，像给手机洗澡。第二，管好微信存储空间。打开微信，我设置通用存储空间，在这里轻缓存可放心清，选择性清聊天记录，尤其图片视频多的群。管好微信就解决了一大半存储问题。第三，规范 APP 自启动和后台活动。在系统手机管家里找到自启动管理，把除微信、支付宝等核心软件外的所有 APP 全设为禁止自启动。再找到电池优化，对不重要 APP 设禁止后台活动，这等于给手机后台上锁。第四，终极重置大法，备份后恢复出厂设置。如果手机卡到无法忍受且试变方法无效，在确保所有重要数据完全备份后，可考虑恢复出厂设置。这相当于给手机做大手术，让它回到新机状态，之后只装必须 APP， 速度常能脱胎换骨。除了操作，还得严肃谈谈使用心态。一个巨大误区是，年轻人玩手机没事，我这才用多久，肯定是手机质量不行。朋友，不纠正这观念，换再贵手机用一阵也会卡。良好习惯才是决定手机长寿畅快的关键。随意下载，从不管理，任通知轰炸，再强硬件也拖垮。不良习惯还会导致手机焦虑，总觉有信息要看，心神不宁。所以要有主人翁意识，驾驭它而非被它牵。无意识刷视频，见链接就点，对权限一律放行，这些习惯要有意识克制。培养主动搜索、定时查看、关非必要推送的好习惯。最后给所有朋友一个温馨提示，坚决不点任何来历不明链接，哪怕熟人发来，感觉异常先核实。一个链接后可能是钓鱼网站、木马病毒。记住，享受科技便利，也保持数字警惕。最好工具是为人服务，而非控制人。最后聊聊那个纠结难题，为安全流畅，是不是得彻底告别智能机，用老年机？我的结论是，这种因噎废食的倒退，不仅让生活不便，更可能让您与时代脱节，错过真正便利和乐趣。智能手机是获取信息、便捷沟通、享受现代服务的主要工具。完全拒用，无法随时与儿孙视频，不便缴费出行，生活半径乐趣反缩小。从另一角度看，保护隐私防骗也需要一定信息获取和辨别力。完全隔绝，可能因信息闭塞更易被线下传统骗术蒙蔽。长此以往，与社会连接越弱，心态也可能越封闭。所以记住，不仅要会用手机，还要聪明的用，这才是正道。当然，聪明使用有方法。几种心态行为是数字时代绊脚石，要调整。一是恐惧排斥心理，觉得高科技都复杂危险，
其实一步步了解基本原理和关键设置，并没想象难。二是我最想强调的，盲目相信依赖他人，一遇问题就找子女邻居，自己从不琢磨，别人不可能随时在身边，最可靠是自己。别人帮处理时，一定在旁边看，问这一步干嘛，慢慢积累就能独立处理大部分常见问题。三是破罐破摔心态，觉得反正我不懂，坏了算了，也要警惕。那么，怎样成为手机聪明主人？记住，用好手机自带帮助功能。现在手机系统在设置里通常有用户手册或使用技巧入口，用图文视频讲解各种功能。当您想实现某功能不知在哪时，先别急着问人，在设置顶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，如截屏、字体大小、骚扰拦截，常能直接找到答案。只要保持学习好奇心，从解决一个小问题开始，就能越来越得心应手。选对心态，怎么学是关键。我教大家一个学习绝招，一次只学一件事。不管您想学网上买菜、发朋友圈，还是像今天这样管理隐私，请您一段时间内只专注攻克这一个目标，彻底搞明白、练熟练，再开始下一个。好比吃饭一口一口吃，您可以把操作步骤用笔画成流程图，这样一步步积累，会的功能越来越多，自信越来越足。这方法不限于手机，学任何新事物都适用。朋友们，讲了这么多，从权限乱给、通知轰炸、后台混乱到心态调整，您会发现手机真像个数字伴侣，放任的每个权限不仅泄露隐私，还招来无尽广告。无尽广告消耗时间电量，为省电乱删文件，又可能让手机更卡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强调，手机用得爽，没捷径，但有章法。咱们总结核心知识点，大家记住：防偷听，管住过渡权限，营销通知，未知来源安装，想清静，定期查权限，分类管通知，坚守官方商店，省电流畅，别让后台堵车，少用第三方管家，善用系统工具。重点轻微信存储，规范 App 自启动，保时间，善用勿扰模式和屏幕时间管理，给桌面做减法，夺回注意力主动权。调心态，不做数字弃儿，也不因噎废食，一次学一事，慢慢成主人。我知道改变习惯难，哪怕看完，您可能还嫌设置麻烦，会不小心点广告。没关系，不追求完美，哪怕您今天只关了一个不常用 APP 的通知权限，哪怕今晚睡觉前顺手关了 WiFi 蓝牙，哪怕下载软件时多看了一眼来源是不是官方商店，这都是巨大进步。数字素养不是百米冲刺，是伴随咱们拥抱现代生活的长跑。咱们不需成技术专家，需要的是觉知，知道哪些设置关乎安全，哪些习惯影响体验，然后在每次用手机时做个稍微聪明点的选择。最好的防火墙是自己，最好的杀毒软件是习惯，最好的优化工具是设置，最好的体验是时间带来的熟练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掏心窝子话对您有一点点启发，请千万别吝啬您的点赞，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给您自己做我要管好手机的标记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把它转发给身边同样被手机广告、卡顿、隐私问题困扰的亲人朋友。也许您这一个转发，就能帮他们避开一个财产陷阱，甚至保住一辈子的积蓄。我是周志远，一个愿意陪您一起玩转手机，安心享受数字生活的搭档。咱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。